别是龙凤胎，对，然后就变成了嵌合体双性人了。对，就是有一个那个中国科学家，就是成功的让公鼠怀孕。其实他这个实验就是嵌合体转性的这么一个实验，男性的 XY 变成了女性的 XX。哇 ，Oh my gosh， 实在太神奇了吧！原来那个人已经死掉了，已经完全的死掉了，对，换掉了。还有人质疑我说，就算找到那个酶的基因改造一下，她也不是个真正的女人，她又不能生产出，又不能生成雌激素。我跟你说，这种女人她起码睾丸已经女性化了啊，她体内也不知道怎么运作的，可能雄激素都已经变成雌激素了啊。反正我看到有些没有子宫、没有卵巢，而且又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大把，但她一样是一个女人的形态，声音起码人家是女的啊，然后起码人家的相貌、体态什么的都是女的啊。女人的形态其实是多种多样的，不单单只有一种才是女人，其实女人可以有很多种，这也是女人的一种形态啊。那像某些人还需要药物来阻断您的雄激素呢？啊，醒醒吧！啊，像您这种东西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啊，您懂了吧？啊，知道了吧？啊，散会。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呀！又是我月月。对，今天我们好久不见了。现在我们再聊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嵌合体变性的那些事啊，没错，嵌合体也是可以变性的，嵌合体基因变相。对，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哦，别忘了哦，不许白嫖哦。好啦，我们回到正题了。昨天呢，上次就有朋友问我了，他说这些事不可能真的吧？其实都是真的，因为这个基因编辑技术成熟。成熟的话是可以做到这些事的，对，前提是必须要很成熟。OK，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嵌合体基因变性。你们知道性别有很多种吗？你能确定自己的性别吗？对，其实性别有男、偏男、双性人、偏女、女。性别是一个囊括了生物、社会、心理等学科的综合概念，但也有复杂多样的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染色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 XXY 这种男人没有生育能力，四肢纤细短小，男性特征严重不足。对 ，XXX 是超持女性，往往身材更苗条，但有轻微的学习障碍。对啊，原来说完全女性化的话，超级女性化的话，也是一件不好的事哦。还有 XYY 超雄男性，往往肌肉更发达，方脸横肉上布满痘痘。对，还有只有一条 X 染色体或染色体达到4条以上的人，他们往往活不到成年。你看吧，所以说染色体太多也是不好的。然后呢，太女性化也是不好的，太男性化也不好。所以像我觉得这种 XY 染色体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它是女性跟男性的结合，懂吗？这才是最高级的这么一种染色体，对，是非常高级的这么一种染色体吧，就是甘油毕竟。Oh my god！ 所以说性别是多样化的，且双性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能变成双性人，记住了啊，这个是重点啊。对，什么情况呢 ？Oh my god！Oh my gosh！ 对，这种情况就是嵌合体双性人，对，它就跟嵌合体变性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什么是嵌合体双性呢？它由于双胞胎孩子在母亲体内可能由于竞争导致一方弱势的胎儿被另一方强势的吸收掉了。对，没错，就被强势的给吸收掉了，也有点像细胞说过的水平基因转移吞噬掉导致的结果就是直接另一方的基因直接转移到了另一方的体内，对，那就会直接出现了双性人，要么变成了超持，要么变成超雄，还有要么是 XX 和 XY 染色体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了，特别是龙凤胎，对，然后就变成了嵌合体双性人了，对，这就叫做，对，记重点了啊，双胎消失综合征，Oh my gosh， 好厉害哦，居然会变成这样的。来，我们接着讲啊，出现这种症状的人呢，他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会直接就会生出2套完整的生殖器官，就是有一套是男性的生殖器官，一套是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有睾丸、卵巢、子宫。对了，这就是非常棒的一种双性变性。对，它这样既能使对方怀孕，也能使自己怀孕。对，而且还能够选择。对，什么样选择呢？你们选择呢？有一个姐妹和我私信说过，她认识一位姐妹，对，就是她啦。对，她认识一位姐妹，本来是 XX 染色体的，可结果却长出了睾丸。对，鉴定结果认为她可能是体内可能是龙凤胎，然后那个男胎吸收到她体内去了，所以她又有子宫、卵巢还有睾丸，既能让对方怀孕，也能使自己怀孕。Oh my gosh！是不是很神奇啊？对啊，这种现象就叫做嵌合体变性了。对，就是这样的。是的，可是他父母可惜非常不幸，他父母强烈要求他变成男性，最后把女性生殖器官切除了。唉，真的是太可悲了。最后他精神崩溃了，还是想做回女性，然后又把睾丸切除了。对，然后就开始吃药。做女性了，对，你看多讽刺吧！一个拥有 XX 染色体、生理性别是女性的，还要通过手术才能找回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件事，别以为你是女人，你就能够躲过一劫啊！这件事其实性别混乱，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悲剧吧，也是一个时代的观念封建的悲剧。这个案例就说明了嵌合体可以导致女性变性的。长出了男性生殖器，所以 XX 和 XY 染色体在性别面前依然是不值一提。对，其实决定性别的最主要的2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就是你体内激素的调节，你体内激素的作用调节和您的外生殖器。对，知道了吧？所以嵌合体一样可以把您的性别搞来搞去，对，这就是嵌合体变性了。其实上次就是有一个那个中国科学家，就是成功的让公鼠怀孕。其实他这个实验就是嵌合体转性的这么一个实验，对，只是现在还不成熟技术，但它确实是中国变性的未来。这个实验的话，其实就是嵌合体变性实验，对，就跟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几乎一样的。对，相信以后未来肯定是会更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医生在死去的女性体内发现了 XY 染色体的基因，就是在她的脚上发现了这个基因。为什么还有她的肚子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经过科学家的大量研究，发现原来女性怀孕时会把男性胎儿的基因部分吸收到体内，对，嵌合到体内，所以有的女人一辈子也不会发现原来自己体内还藏着男性的基因，原来自己也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对，也是一个半男半女的人，对。无独有偶，还有一次，有一位男性过来医院检查，检测结果却显示他的染色体是 XX。Oh my gosh， 怎么会这么奇怪呢？这不是一个女性的标识吗？这位受检者当年也有检测过自己的性染色体啊，当年是 XY 啊，怎么现在就变成了 XX 了呢？这几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位男性在5年前患了白血病，接受了他姐的骨髓移植手术。我们知道骨髓是人体的造血组织，骨髓移植后，新的骨髓细胞逐步替代原有的细胞，使人的骨髓细胞、血液细胞的 DNA 发生了改变。所以接受骨髓移植的人，他的骨髓细胞和血液细胞在3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改变。骨髓移植居然导致他的 DNA 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嵌合体基因变性，所以才导致了他的基因从男性的 XY 变成了女性的 XX。哇 ，Oh my gosh， 实在太神奇了吧！对呀，这将是一个基因变性的重大发现呀。
对啊，这就是嵌合体变性的未来了。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位美国人接受了一位德国人的骨髓移植，结果发现这位美国人却流淌了德国人的基因血液，从此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美国人了。那就是说，他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原来那个人已经死掉了，已经完全的死掉了，对，换掉了，而是拥有德国人基因的双重人，对，就是两种基因已经混合在一起了，对，两种嵌合基因得到了共存，对，两种嵌合的细胞得到了共存，这就是嵌合体手术的威力。对，试想一下，如果未来我们人类能够通过嵌合体手术改变性别，那将不再是梦了，那就是代表可以生育了，对，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了。相信以后科学家一定会破解嵌合体的奥秘，移植真正的女性器官，达到完美的基因共存嵌合，从而达到完美的基因变性。对，如果科学家能研究出女性的器官如何嵌合到男性的体内，那到那时候将是真正变性的改革时代。对，因为这种嵌合体变性自然现象比比皆是，需要科学家的解密就能破解嵌合体基因变性的奥秘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项目肯定是能够，将来是肯定是能够实现的，因为这个是很容易的。对，就是如何把外源性的两种细胞嵌合在一起，达到共存，这将是科学家突破的这么一个难点之一。到时候生孩子器官移植将不再是梦了。对，男性女性器官移植将不再是梦了。好了，各位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对，我就觉得我们下次再见吧。你看世界是多么的神奇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保持信心，相信我们，相信这类群体一定会活得更好的，值得更好的未来。好了，拜拜，各位，记得投币、点赞、关注、订阅哦，开启小铃铛提醒哦。好，拜拜。